大家好，黄昏时分了，看到小朋友都下课了。现在呢，我在祈福新村的半山社区。现在面对的呢，就是半山的一个小商业中心，也是他们俱乐部会所所在地啊。我把车停在这边，就是到这边准备来走走，顺便呢看看今天能不能再去爬一段小的山坡，就是位于半山区的这片小山坡。虽然还没到下班时间，可是看到半山社区的马路两边都已经几乎停满了车。祈福新村很大啊，半山这个社区呢也有很多的社区组团，有高低错落的房子很多啊，但更多的呢是相对来讲层数比较高的住宅楼。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边上的这些高楼，在好像山峦之间啊，坡道之上起了这样的一些住宅楼。我的右侧的小区叫怡云居。我的右侧呢就是一条登山道啊，现在准备去顺着这个阶梯啊向上走一段。但这边呢就是成了一个号称口袋公园的居民的休闲区域，也做了一些健身的设备吧。这条就登山道向着大福山森林公园开放到6点啊，现在应该是不到6点钟的时候。这条登山道呢，要比祈福最东头门那边的那个山道更陡峭一些，因为它一上去呢，就是大福山的公园里面了。好，爬了几段了。就是从下面啊一路走了上来。
现在呢，我已经从祈福新村的那条山道啊走了上来，大概有7、8组、8、9组比较陡的楼梯啊，就到了山顶。这边呢已经来到了大富山公园里面了。好久没到这边来爬山了，一口气上来还是有点气喘。但这边呢，相对就是比较平的路了，稍稍到公园里面去走几步吧。今天呢，天气还行啊，虽然是下雨天，但现在的雨停了，气温呢应该在30度不到吧，所以走起来还算比较凉快。这一路呢，就是向着大富山公园的下山路啊。就刚刚那个分界祈福新村和大富山的那个门呢，应该就是分界线啊。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，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。你正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，请注意保护森林资源安全。请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内，严防生物火灾。你看啊，从这边如果拾级而下呢，就可以去到比较平坦的地势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大富山公园里面骑行的地方了。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走那么远了，我们就在这边呢，稍稍的缓慢的走一段山路就好。就这边你看啊，这些树啊，应该都是原始的，只是在这个山坡上呢开了一些步道，让大家可以在山里行走。森林防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进入林区，防火第一，共享森林风景，严防森林火灾。人到了一定年纪啊，
不服不行，就走了这么一段路，就有些气喘。其实还有更高的地方可去，更远的地方也可以下山啊，但是就没有了这个心气儿，就还是见好就收吧。在这边再看看，你看大富山公园里面广袤的绿野，就那种森林，听到各种鸟在鸟鸣。其实刚刚是有一个休息地方，有一些桌椅的，但看到已经有人接住新灯了，我就没好意思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回村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也有开放时间的，早上8点到18点，要有这个住户的 IC 卡才可以进出。也有一个保安亭，保安好像不在，边上有一个小的变电所吧。所以祈福呢，东西有2座山围着，南面呢就是莲花大道啊，外面呢其实就是一片水塘，但现在也建了很多楼了。北面呢就到四广路，就这么大的一片地方。好，现在呢准备下山，下山呢应该会轻松很多。这是一串台阶，这是第2串的台阶。这边呢没有开辟那种横向的散步道啊，就几个直的台阶上来，有原路返回。现在走向第3段的台阶。哦，有个狗狗在这里。感觉已经有点下雨了。正是因为今天呢下雨天啊，下了一个白天的雨，我出门的时候呢稍稍停了一会儿，但地呢都是湿的，就你看现在这个台阶上都是湿漉漉的，所以呢我就没有骑车，就想着趁着短暂的雨停的时候呢，就到半山这边来走一段山路，一样起到锻炼的作用。现在已经下了第5段的台阶了，紧接着是第6段。感觉就是这么6、7段吧，这已经是最后一段台阶了啊。
最后一段呢有点陡啊，就每个台阶的跨度呢都比较大一些，所以要格外的小心一些。好了，也顺利的回到了地面啊，也是趁机来打打卡。这边呢就有一些单杠、双杠、体育的锻炼的设施，还有一些宣传垃圾分类的宣传栏。现在呢也最新的做了一个可以拦起来的乒乓球桌啊，就大家可以跟村民在这边打球。乒乓球运动呢一直是中国人最喜欢、最传统的体育锻炼的项目。这边呢，我上次骑车的时候是来过的，就有一个口袋公园，应该也就是建了1-2年吧，应该疫情以后才开放的一个地方。边上呢也做了一些西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景，当然有很多石头的长椅啊，就在这个山脚下，所以只要时间合适呢，这边是非常适合大家休闲，做一些力所能及锻炼的地方。如果体力好，就像我今天可以爬一下这个小山，如果体力更好，就可以从这边爬上去，再下山到大夫山森林公园里面呢去逛一圈啊。但我今天其实并没有，只是上到了山顶，走了一小段的山路而已啊。但是我觉得已经挺不错了啊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年龄，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应该适可而止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健身锻炼就好。这一路过去呢，还是有很多高楼，都是起伏的一些住宅楼。让我们来回望一下，就在这个大夫山的山路，大夫山的山脚下呢，有这么一片绿地，有一些台阶，一路呢就可以走到这个山上啊。可能是有点下雨了，也可能呢到了吃饭的时间了。我看这边的人都不见了，应该都赶回家去了，做饭，准备晚餐了。每个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，就根据天气，根据自己合适的时间，就到村里来走一走。无论是你散步，还是骑行，还是爬一座小山啊，都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，一定能够起到健身的作用啊。但是呢，一定要适可而止，不宜操之过急啊。因为呢，真的像刚刚我爬那种小山啊，还是有一些台阶啊比较陡峭。你去学校吗？特别年纪大了，天雨路滑的要特别当心，安全第一啊。好，现在呢我就从宜云居边上啊，
这条小路再走回去，拿我的车，开车回家去了。这样的屋村啊，这样的生活环境，我想上班一天回来的人们，在到家跟前，在满眼的绿色之中，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，回到自己的家里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很安宁的这种氛围，这种气息啊。而且对面呢，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商业中心，那边有超市，有药房，还有一些跟生活相关的设施、服务的这种店铺，有基本的生活呢，在这边就近都可以办到。转进来一步啊，这里我还真从来没有怎么进来过呢。你看这边呢，就有一些人工造景，一个人工湖啊，穿这个流水啊，就在这样的住宅区的脚底下呢，就有这样的公园。你看啊，在这个公园里面呢，也有这样的亭子，你可以坐在这个亭子里面散步，陪伴自己的小孩玩耍。看看这样的环境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吧。这边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啊，为免影响他人休息，在晚上9点钟以后呢，要控制音量啊，因为确实也有一些不大顾及周围环境的人，会在这边开唱、放音乐、跳广场舞等等啊。环境也是相当不错啊！你看亭子下面有2个小朋友在做功课，还有遛狗的人。还是设施比较全面啊，而且这边新型的园丁啊，这些工人呢也在不断的清洁周围的环境。就整体上来讲，这个居住环境应该是相当不错。看来我走错了，这应该是地下通道的一个路口了。
好了，现在呢我就要回家去了。小区里面已经车来车往了，感觉比刚刚应该更少停车位了。我的车呢就在前面了啊。那今天呢我就只是在村里爬了一座小山，走了一段路啊，看了一看久违的半山区的房子以及下面的一些活动这种空间、休闲的区域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半山这边开车回我的住所去了。刚刚因为我开着音乐啊，但这个音乐呢不能放，一放呢就涉及到版权，所以我还是不得不把它关掉。其实在我的播放的清单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，当然大部分都是我喜欢听的歌啊。所以以后要找到一个办法，就看看怎么能够不触动这些版权，又可以把这些歌放出来。但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操作，等以后学会了就可以把一些我喜欢听的歌呢播放出来。这里呢就是我刚刚行走爬山的半山区。当然我以前骑单车呢也在这边来回骑过很多次了，就主要是因为这边呢就是大夫山森林公园，大夫山这座山的山路，或者说山脚下吧，所以称之为半山。那这边呢就是环境比较好，那应该有些坡呢就有一些高低错落可以借景，所以这边高高低低的房子啊不少，但是主要呢还是以这种相对高层的建筑住宅楼为主。从这边呢一路可以望过去啊，就是祈福湖边上的怡湖湾的高楼了啊。但这边呢同时也是祈福新村最南边的边缘了，但同时这边呢又云集了很多祈福新村的一些设施，像社区中心，像这种跟每个村民都有关系的消防站，还有垃圾的转运站，还有前面的变电站等等啊。所以呢这块地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，有很多支持性的设施或者建筑物。现在左手边这条马路呢就是祈福大道啊，差一点成了一条公共的通道啊。这边呢也做了一些改造啊，所以有了更多的空地可以给带娃的家长们
领着小孩在边玩耍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到祈福湖边啊，再去转个半圈就回去了。这里呢，几乎是我隔三差五就到这边来骑行的线路啊。祈福湖边上呢，是更多村民在这边休闲玩耍、社交的地方。村里呢还是有几位好汉啊，就像眼前的这一位，经常看到他赤个膊在这边跑步。前方呢就是祈福英语学校了啊，我在这边呢从学院路左转进入19号街。那今天呢就跟大家
随意做一个登山散步，在村内开车的一个分享。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